欢迎来到可可知分析室，我是咸一环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：被骗或者骗局。被骗的话，是我们特别不愿意面对的事情，它给我们造成了大量的金钱啊、财务上的损失，并且的话，给我们心里留下了重大的创伤。这个创伤可能会持续几个月、几年，甚至一辈子都难以释怀。那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骗局都有什么样的共性。这是一个案例，是讲一个长期骗局的。去年夏天，老张的同学聚会上面，听说初中同学王斌靠着内部渠道发了财，对方神秘兮兮的给他看手机啊，这个项目只带熟人玩，每个利润极高，满1年的话本金退回，内部项目又能赚钱。老张试探性的投了5万，第一个月准时到账4000元，第二个月王斌又带着他参加了高端的客户答谢会，然后会上的话认识了很多的朋友。老张开始逐渐增加筹码，并且王斌开始频繁的转发什么经济相关的东西，降息的分析，不断暗示下个月的门槛可能要提高。老张的话就越投越多，直到那天 APP 突然就停止了提现。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个案。首先的话，老张的话觉得就是投资是很不错的，并且钱也是好东西，关键是对方的投资方法自己没见过，也就尝试了一下，跟王斌入了局。在这过程中间，王斌他的行为的话也调整了老张的预期，让他逐渐加入投入。老张的情绪从兴奋到逐渐失控到团喜，然后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不断的加大投入。我们可以分析他受骗的原因有：第一，情绪失控了；第二，这东西没见过，就是他超出了老张的认知范围；第三个的话，他就投其所好。那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二个案例，这是一个短期骗局。上周三的下午3点，李女士正在工作，突然接到电话，对方准确报出了她女儿的全名、班级，说孩子出车祸了，大出血，需要手术，但必须要2万押金，背景音非常逼真，急救车轮子滚动，护士喊着血胎还没到吗？甚至还有孩子微弱的哭声。当时李女士颤抖地问能不能先救人，对方却语气严肃地说，我们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这是规章与流程。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确认，直到转账了10分钟之后。我们回顾当初听到孩子的名字跟哭声的瞬间，肾上腺素飙升30倍，然后大脑视野范围缩小到原来的20%。从这个案例入手了，骗子从重要他人出发，营造出一种特别危急的这种感受，并且增加了可信性。在这过程中间，李女士的情绪失控了，失控过后的话就产生了汇款，最后被骗了。究其被骗的原因，第一方面情绪失控了，第二方面这事情我没见过，第三方面这与他的重要对象相关。这似乎跟上一个案例的原因有点类似。那我们来看看各种各样骗局的类型，例如长期价值认同、庞氏骗局、愧疚补偿型、道德绑架、权威服从等等等等。这些简介的话各有不一样的，我们都发现了有个共同点，就是控制情绪。还有不同的情绪，例如恐惧、焦虑啊、愧疚啊、感动啊、畏惧权威、贪婪等等等等。似乎所有骗局它都有公共性，情绪被控制了。其次就是这东西我真的没见过。当然大家也可以使用 AI 去查询一下各种各样的骗局，能够看出骗子是怎样利用人性的弱点去骗取受害人的钱财。那我们开始分析一下如何让自己减少被骗的概率呢？首先我们从现实角度出发，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，提高自己相关的知识，例如经济学的知识、社会学的知识，但这方面又受限于我们专业的局限性，即使我们学得再好，或许不如骗子。骗子也可以利用 AI， 那 AI 生成的方法的话又多种多样，这真的比较难学习。那看来提高认知的确无法系统的提高我们对骗局的反应能力，并且在这过程中间似乎耗时耗力，可能也得不到什么反应力的提升。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内在属性的提升，似乎案例中间情绪的稳定性是个相当重要的因素。如果我们的情绪能更稳定一些，或许就不会被骗了。这时候就会想起如何提升自己的情绪稳定性呢？我需要推荐一个方法，正念冥想。它虽然来源于宗教，但是的话我们不讨论它宗教的部分，它也是一个心理学技巧。如果从游戏的角度来讲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英雄联盟，它相当于进化，就是使用一个技能之后，我们的一些心里面的负面的情绪啊，它可以短暂的消失，让我们能够应付当下。我个人是特别推崇这个技能的。如果说肥皂对生理的卫生有巨大的贡献呢，我觉得正面冥想对心理的健康的话也有巨大的贡献，并且它学习方法很简单，相当于可以白嫖，因为你只需要上网搜索正面冥想，无论在哪个平台，正面冥想都能弹出一系列的知识啊、方法啊，供你学习。我在这边也不是为了卖课，因为我们也没有课可以卖，并且我推荐大家在接触它的过程中间的话，前期尽量的不要任何
付费，主要去了解它，尝试练习几次之后再考虑付费相关的东西，或者不要考虑，练习就行了。它不仅仅能够降低你被骗的概率，也在工作啊、家庭生活中间也更能提高你的专注力，让情绪与你的目标隔离。简单介绍它的原理，它就是从观测你的呼吸开始，当你的注意到自己的呼吸，它将会提高你对自己情绪啊、想法啊控制的能力，让你更关注于当下，处理好当下的情境。如果想要更深入了解的话，也可以去观看一些影视的作品，这边就不推荐了。第二个方法，提高自己的认知层级，它可能比正面冥想要难上许多，并且的话需要有一定的认知的能力跟逻辑推演的能力。首先，通常我们的认知结构是单层的，例如投资它能赚钱，跟着大佬混一定有好处。或许我们在这过程中间可以把它从单层的结构变成双层的结构，例如跟着大佬混是有好处的，但可能大佬看中你的能力的情况下，你才会有获得好处。但如果大佬看中的是你的财务的话，那有可能他并不会给你好处。投资是能够赚钱的，如果双方都有好处的话，赚钱的几率会比较大。但如果只有你受益，对方不受益，那么被骗的几率就会大大提升了。这方面的练习能够让你的认知变成两个层级，第一个层级是一个事实，第二个层级是你主观的判断。当遇到骗局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有自己主观的判断，然后根据你原来的经验的话，或许能够提升应对的能力，当然也可能不能。这个技巧能够为你的认知增加一个层级，主观判断的层级。面对骗局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不会盲目的去相信别人说的话，会有自己的判断，判断 A 是什么情况， B 是什么情况，当然还有 C 是什么情况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被骗的几率有可能就会降低。如果想要深入的了解的，或许你不是个程序员，你也可以去了解 if else 之类的，它的判断到底是怎么样一个逻辑。第三个小技巧是调整你的思维模式，例如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，通常我们面前就只有这个问题了，容不下其他的东西了。或者你遇到一个诱惑的时候，你就会想想这个诱惑之后自己会怎么样爽，忽略了其他的情况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或许可以增加一层思考，例如当出现了问题，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危机爆发之后家庭会怎么样，如果危机过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存。在诱惑的情况下，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个思考，例如当这个投资一直持续下去，我们总是在赚钱，那么谁在亏钱？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我并没有付出很大的代价，却获得了如此快乐的事情，这合理吗？这个小技巧并不是为了去增加我们对真相的识别度，而是当大脑触发了这个反应之后，思维不再那么狭小，我们就能够看得更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可能就不会顺着骗子的思维走，也大大降低了我们被骗的几率。以上就是我分享的3个降低自己被骗概率的方法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实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